中共政坛向来黑箱操作，会议内容空洞乏味，却藏着权力斗争的蛛丝马迹。谁缺席，谁露面，谁被镜头偏爱，往往透露着内部角力的新风向。近日，两场高层会议异象频出，暗潮汹涌。在习近平失势传闻四起、政坛巨变加剧的敏感时刻，曾被边缘化的胡春华突然高调现身，引发外界对中南海权力重组的热议。同时，另一位习家军核心人物陈一新却神秘缺席高规格会议，令人浮想联翩。而与此同时，中国多地民怨沸腾，抗议频传，从权贵争斗到基层反抗，一场震撼体制根基的风暴或许已悄然酝酿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据中共官媒报道，中共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于6月23号上午在北京开幕。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了会议并作报告。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主持开幕式，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。外界注意到，这是胡春华首次主持政协常务委员会开幕式。在过去的11次常务会上，排在胡春华前面的政协主席王沪宁和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石泰峰，以及排名在胡春华之后的副主席邵宏、高云龙、梁振英等人都曾主持过会议，独缺胡春华。当下网络正在热传，习近平即将丧失权力，汪洋、胡春华、丁薛祥有可能成为接替者。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，胡春华突然高调露面，显得格外不寻常。中共央视2分35秒的相关报道中，王沪宁、何立峰以及胡春华分别被点名一次，镜头也非常均匀地给了他们3个人分别不到2秒钟的特写。但王沪宁与何立峰分别只有1个特写，而胡春华与石泰峰则在影片32秒开始多了一个由左至右的移镜，长达6秒。中共官媒的报道，给谁镜头多，给谁镜头少，都是有政治规矩的。由此可见，胡春华的势头较以往明显上涨。时评人周晓辉撰文指出，胡春华的高调露面可能是得到了控局中共元老的支持，其高调行动也是在为自己不久上位积攒政治资本。而胡春华在中共内部地位的改变，自然中共政协高层也是知晓的。不过，胡春华在这次政协常委会议上提到了习思想、2个确立、4个意识、4个自信、2个维护等拥习捧习语汇。周晓辉认为，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，无关大局。时评人陈破空则认为，胡春华此举是安抚习近平。胡春华上位不仅要获得团派的支持、政治老人的支持，也需要得到习近平的点头。所以他提2442这个口号，就跟习近平的死党提这些口号有不同的含义。胡春华声势上涨的同时，习近平的亲信陈一新却似乎行事不妙。召开这次政协常委会的同一天，中共还召开了国家安全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并讲话，但身为中共国安部长的陈一新却意外缺席。海外反共自媒体大包王朝指出，出席会议的除了李鸿忠，还有中办常务副主任孟祥峰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林等重量级人物，以及很多正部级官员，显示会议的规格不低。陈一新也是正部级，却缺席会议，着实不正常。中共官员很多都是在被发现缺席重要会议后落马，陈一新下场如何值得关注。现年66岁的陈一新是浙江泰顺人，长期在浙江任职。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，将其提拔为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，后又兼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，直接服务于习近平，是浙江新军成员之一。此后，陈一新的仕途进入快车道。2012年1月，陈一新出任中共金华市委书记，1年多后转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。再过1年半，2014年12月，又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，兼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，晋升为副部级干部。2015年12月，
转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，后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、武汉市委书记。2018年3月，升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。2022年10月，陈一新接替升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文清，出任中共国家安全部部长。陈一新被称为习近平的宠臣。近年来，习近平的亲信接连落马或被边缘化，如原中共外交部长秦刚、原中央办公厅主任钟绍军、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，这也被认为是习近平失势的佐证。如果陈一新也出事，这将是对习近平的又一次沉重打击。时评人张杰认为，习近平正在接近临标时刻。对于什么是临标时刻，他这样解释：中共高层内斗引发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和重要官员的恐慌，最终官员采取决绝行动，鱼死网破，导致政局颠覆，旧时代终结。他说，临标时刻并不意味着出逃，也可能是政变暗杀。习靠清洗官员集中权力，也会败在因为清洗官员而身临绝境。习一味模仿斯大林的大清洗，但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国，又处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，治理国家需要的是民主自由的宪政制度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习近平政权必将是一个短命的王朝，它的落幕将会催生出一个崭新的时代。中南海权斗风云变幻之际，民间的反抗浪潮也急速升高。据自由亚洲电台统计，上周短短4天内，全中国至少发生21起涉及工资、土地、强拆、学区、医疗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抗争事件。这一轮抗争潮自6月16号起，分别发生在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山东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江苏、贵州、青海、甘肃、湖北、北京与上海等10多个省市。西安一电台前记者董书23号对自由亚洲表示，面对经济下行、法治失衡与言论受限，中国基层社会的不满正不断积聚，传统的高压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从中共高层的内斗到民间的反抗浪潮，无不再动摇着中共的统治基础。我们会带你持续关注中共政局的发展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一起见证历史性的巨变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